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输了，多少人松了口气？白玉兰落幕，这一届最热议的话题当属赵丽颖落选事后3战3败，令不少网友感到唏嘘。白玉兰颁奖典礼后，赵丽颖回应3次陪跑。事实上，自今年提名的消息传出，关于赵丽颖能不能拿下最佳女主角的话题就连连登上热搜。前有包揽4个卫视收视冠军的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后有同档期全国卫视收视第2的《风吹半夏》。有人认为赵丽颖在转型之路上就差一个主流奖项认证了。不少吃瓜群众们也在观望赵丽颖飞升为85花之首的关键之战，不乏有看戏网友期待这次的结果，但也有不少观众认为吹别的旧的了，前面还有那么多前辈在，可别来沾白玉兰的边。尽管这些年一直在尝试转型，但赵丽颖总是差获奖破圈的临门一脚。3次落选后，赵丽颖跟着白玉兰的方向还要跑多久？赵丽颖的成名之路是典型的草根逆袭故事。2006年，无意中看到雅虎搜星比赛开启网上报名，赵丽颖冒出了想要参加的念头。起初不过是想抓住机会，给自己个由头走出小城镇。但到了北京后，她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比赛是挑选演员的，评委都是张纪中、陈凯歌、冯小刚这样的业界大佬。彼时19岁的赵丽颖颇有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，站在舞台上大方自我介绍：“大家好，我是赵丽颖。”虽然一点也不会唱歌和跳舞，但也丝毫不怕跑调和尴尬。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了冯小刚组的冠军，签约了华谊兄弟。只可惜，坐拥豪华评委阵容的比赛虽是一张绝佳的演艺圈入场券，但其作用也仅限于入场。那会儿的华谊兄弟战略侧重都在大咖身上，赵丽颖虽背着冠军光环出道，但非科班出身，又是草根起点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底气。初入演艺圈，都只参演一些作品的镶边角色，有时连台词都没有，在观众眼里连脸熟都谈不上。金婚里，她饰演蒋雯丽的3女儿，只露了寥寥几面。红楼梦里出场镜头算下来不超过3个，第一次出场就已经是第49回了。苍穹之卯中主角的胞妹李卫，当官之大内低手里的陈心儿，新玉观音中的阿静，7年出演了16部剧，几乎全是跑龙套的小角色。身材娇小、脸型圆润的邻家小妹形象，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直到新《还珠格格》中那个计时的人间烟火，又摘得世外浮云的巧儿出现，观众才终于注意到了她。这是赵丽颖第一次拥有完整、丰满人设的角色。为了能够演出晴儿的温柔气质，拍摄期间每收工后就拿着手机录自己念台词的声音，找最合适的发声位置和节奏，改善自己北方口音，还有点冲的问题。采访被问到是否害怕被拿来和前作的巧儿做对比，他回答：接的时候就想过，但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想把角色尽量演得自然一点，让大家看起来是很舒服的，这样即使大家对比也不会很差。没有模仿前作的表演，反而演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晴儿。剧播之后，很多人都认为这版中晴儿的表现最印象深刻。在一众主角团因选角被嘲讽之时，赵丽颖反倒靠着这个角色在演艺圈崭露头角。多年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于正，对她一直很看好。于正告诉她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可以担任女1号了，但条件是要先在自己别的剧里客串几个角色。赵丽颖欣然答应，并在于正筹拍的《宫锁珠帘》中出演笑里藏刀的琉璃。通过历练后，于正力排众议，让她主演了《陆贞传奇》。
这部剧讲述传奇女香的人生故事，女主从默默无闻的小宫女，一步步成长为北齐王朝一代女香。在所有人都认为赵丽颖外表柔弱不适合这一角色时，于正坚持认为赵丽颖就是陆贞，她就是那么拧巴，就是火爆脾气，不是楚楚可怜的。而赵丽颖也没有辜负于正期待，凭此剧结束了7年的配角生涯，真正走到了观众眼前。多年后再回看这一出剧，大女主形象的角色，多少有了点命中注定的意思。彼时的演艺圈还流传着圆脸做不成大女主的定论，靠陆贞传奇火了一把的赵丽颖，并没有坐稳女主位置的资本。想要和同期女演员竞争，不但得有不间断的作品产出，还需有现象级爆剧。回看这一时期，不难看出赵丽颖的走红，完全是个人选择与市场选择的双向奔赴。先是在甜宠霸屏的2014年，与张翰合作出演顾漫的大 IP《杉杉来了》，在剧中饰演的薛杉杉，外表软萌，内心戏丰富又可爱，是近些年难得被观众认可的傻白甜角色。凭借这部剧，赵丽颖在主流观众群体面前完成了现象级刷脸。彼时甜宠题材仍在最热门主流赛道上，花千骨敲开了虐恋古偶侵占国产影视市场的大门。花千骨编剧饶俊评价赵丽颖新闻当事人：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花千骨，前期单纯懵懂，后期逐渐黑化，将男主曾经以爱为名的种种伤害一一奉还，打破以往古偶故事中以男性角色为中心的定律，将视角转向了女性角色，受到观众的喜爱，成为当年的现象级爆剧。赵丽颖更是凭借这部剧拿下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和第1次的白玉兰视后提名。只是接连的爆剧带来的并不只有奖项认可，还有此后职业生涯都难以摆脱的流量标签。彼时偶像剧开始走下坡路，同期女演员已经开始谋求转型之路，而走红时间相对较晚的赵丽颖却陷在角色困局中。出演《老九门》里的尹新月被质疑演技尴尬，来了之未衬托同行提升片子流量。出演大 IP《诛仙》里的碧瑶一角被嘲，赵丽颖版的碧瑶一出场就给我一种刮了一层厚厚腻子的感觉。2个月后紧跟热度上映的《胭脂》更是被嘲台词短板暴露无遗，在老戏骨环绕下演技显得单薄无比。虽然1年3部称得上高产，但种种质疑也在消耗着赵丽颖的人气。赶巧的是，随着偶像剧的没落，大女主剧开始掀起热潮，女性题材在影视市场掀起浪潮，楚乔传的机会也在这时找来。剧中女主从战乱之中身份卑微的少女，目睹家人被杀，到奋起抗争推翻奴隶政权，是极其典型的古偶大女主角色。契合的角色加上合适的时机，让这部剧成为电视史上第1部在播期间播放量就突破300亿的电视剧。如果说这一角色只是帮她奠定了1线流量的位置，那么1年后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则称得上完全改变赵丽颖的事业轨迹。虽然同样是古装剧，但《知否》的主题不再是儿女情长，而是讲述了父权社会封建背景之下女性的绝地反击。整部剧虽也是常见的大女主崛起套路，但因女性成长利益的深刻描绘，时至今日仍被称道。有品质代表作在手，赵丽颖的大女主之路似乎如鱼得水了。自《知否》之后，赵丽颖转型是否成功的争议仍在继续。有人认为她的实际已经足以拉开和同期女演员的距离，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赵丽颖的水平并不足以称得上稳定。谈论这一话题，不得不提起《知否》之后赵丽颖的首部古装剧《有匪》。原本在观众看来，《有匪》的女主人设简直是性转版武侠大男主，算得上赵丽颖的舒适区角色，是极为稳妥的一次尝试。
然而由于创作方敷衍的拍摄准备、赵丽颖生育后未恢复的业务状态等等原因，这一作品的表现并不成功。直至今日，这部剧仍被定在赵丽颖职业生涯的耻辱柱上。虽然后来再次试图跳出舒适圈，选择参演现实主义题材作品，但对于不少观众来说，仍是跳出了古偶的框架，却没跳出大女主的本质。幸福到万家中，赵丽颖饰演一位带领家乡致富的农村妇女，剧中不乏对现实问题的真实刻画，但也难逃人物的脸谱化。女主的人设像极了现在国产剧最时髦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大女主路子，她一路成长升级，配角们一路为其做工具人铺路。而年代创业剧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虽因女性创业的故事基底饱受观众喜爱，但仍困在金手指大开的大女主套路中。相似的戏路之下，有人评价赵丽颖的大女主快演出包浆了。凡此种种争议，都让她的转型之路艰难无比。而另一边，留给她的转型时间，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充裕。已然来到事业突破期的85花，既无法与95花竞争偶像剧，亦不愿走上婆婆妈妈的老路。有的仍在现实题材里匆忙试水，有的尝试转型失败后又回到古偶的起点。与进入中年阶段更加如鱼得水的男演员相比，85花的演艺之路显然时刻面临角色局限。许多年前，赵丽颖曾在演讲中说的：“如果男人能有英雄梦，为什么女人不行呢？”而她这些年的挣扎与坚持，似乎也一直在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。或许赵丽颖需要的是一个如同梅长苏之于胡歌这样的机会，又或许她已然走在了明确的方向上，只是时机未到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条路上赵丽颖并非孤身一人。见证85花演艺之路的观众们，同样也在等着那临门一脚。